科学家常常需要分离鉴定物质，层析术是其中一种常用的方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层析术可以应用于医院病人血液的检测，或是犯罪现场证物与嫌犯的比对检测，又或是发生水源污染事件所需要进行的分析检测等，这些都是层析术应用的实例。薄层层析是吸附性色层分析的一种，利用的原理是将吸附剂如细胶或矾土均匀地涂在铝片、胶片或玻璃板上，形成薄层，作为层析镜像，再将混合物式样点附在薄层镜像上，以液体展开剂作为流动像，透过毛细作用由下往上移动。由于不同的化合物与镜像的吸附力和流动像间溶解度的差异，当展开剂上升，流经所吸附的式样点时，吸附力弱的物质移动快，吸附力强的移动慢。因为各种物质移动的速率不同，使混合物最后在镜像的薄层上分开，达到分离的目的。一个化合物在层析片上上升的高度与展开剂上升高度的比值，是化合物在该分析条件下的特性参数，称为 Rf 值。利用 Rf 值可以判断两化合物是否为相同的化合物。除了可用来判断两化合物是否为相同或不同，也可以用于决定混合物中至少含有多少种成分物，或是作为管柱层析冲提剂选择的参考，或用来检视分离纯化方法的分析成效，还可以追踪化学反应的进行程度。实验器材包含薄层层析片、镊子、毛细管、展开槽、展开剂、式样溶液、紫外光灯。目前市面上有多种薄层层析片贩售。本实验所使用的层析片是在所涂布的细胶镜像吸附剂中添加了荧光剂，在波长为254奈米的紫外光照射下，整个薄片会发出绿色荧光，在有会吸收紫外光的式样点的位置呈现暗点，因此可以很容易快速地检测分离的结果。由于待分离的式样溶液需使用内径小于1毫米的毛细管点在层析片上，因此在正式实验之前，首先制作毛细管，使用测定熔点的毛细管，置于火焰的外焰温度较高处加热，并且同时均匀旋转到毛细管软化。毛细管软化后离开火源，迅速地往水平方向轻拉，就可以拉出细长的毛细管。使用磨砂纸轻化毛细管，从中折断，就可以得到2支细的毛细管。薄层层析所用的毛细管也可以直接购买。薄层层析常用具有挥发性的溶剂作为展开剂，例如低极性的正极烷或是高极性的乙酸乙酯。高极性的溶剂与细胶镜像的亲和力较高，较易取代吸附于镜像上的化合物而带动化合物上升。适当的挑选展开剂的极性，可以调整化合物在层析片上爬升的位置，因此常用正极烷及乙酸乙酯调配成各种不同极性的展开剂来使用，以获得最佳的分离效果。薄层层析实验操作，首先用铅笔在层析片上距底端约 0.5 公分处轻轻画一横线作为起始线，再画一短线垂直于起始线作为式样的起始点，可在起始线上点2到3个式样一起并排展开。但是相邻的式样点及层析片上左右边界均应保持约 0.5 公分的距离，以避免展开时因扩散现象而导致样品重叠，或是产生边际效应而歪斜。使用毛细管插入式样溶液中，以吸取式样溶液。
而后在层析片上起始点处，以垂直的角度快速轻巧地点触之后，移开毛细管，让溶剂挥发。试样点的直径不可以超过 0.2 公分，试样点越小，分离效果越好。当试样点过大时， RF 值相近的点常因扩散现象而重叠不易区分，导致分离效果变差。用过的毛细管以纸巾将管内的液体吸引出，再用干净的溶剂润洗2到3次，如此毛细管就可以重复使用，继续在层析片上点下一个试样。样品浓度要适当，如果浓度太稀，就不易观察分析的结果。可以等到试样点的溶剂挥发之后，在同一位置重复点样数次，以提高浓度。样品浓度也不可太高，因为过多的样品会造成镜像的负荷，产生脱尾现象，影响分离效果。可以添加溶剂在试样中来稀释调整浓度。接着进行试样展开。试样展开要在密闭且充满饱和蒸汽的展开槽中进行，这里使用小烧杯盖上铝箔纸作为展开槽。可在展开槽侧壁放一张剪裁过的长形滤纸。在展开槽中加入高度约 0.2 公分的展开剂，让滤纸的下端浸泡在展开剂中，并且使滤纸润湿。这样可使槽内的蒸汽很快地达到气液平衡，加速展开剂的上升。确定层析片上的试样点的溶剂已经挥发之后，使用镊子夹住层析片，将层析片起始线的一端向下放入展开槽的中心位置，并使层析片顶端依靠在槽壁，斜立于槽中。两边不要碰触到气壁或滤纸，以免影响展开结果。注意起始线必须高于展开剂的水平线，以避免试样点融入下方的展开剂中。迅速盖上盖子，保持气密，让展开剂以毛细作用向上爬升。当展开剂上升到接近层析片的顶端适当距离时，取出层析片，并立即以铅笔标出展开剂的前沿位置。待展开剂挥发后，以显像法观察试样点的位置。试样展开后，若样品本身带有颜色，可以直接观察试样点的位置，用铅笔标示各试样点的位置。计算及登录各点的 RF 值，同时登录所使用的展开剂。然而，大部分时候样品是无色的，因此必须选择适当的显像方法。本实验所使用的层析片是混有荧光剂的细胶，在波长254奈米紫外光照射下，具有化合物的位置会呈现一暗点。其他常用的显像方法还有点成色法等。实验结束后，将废液倒入指定的回收桶，固体废弃物置于指定的回收桶中。所用的器具清洗整理干净，完成实验。实验操作总结如下：选择适当的层析片及展开剂，以铅笔在层析片上画记起始线与起始点，用毛细管点试样溶液，加展开剂到展开槽，保持气密且达到气液平衡。使用镊子夹放层析片，放入展开槽中。展开后立即标出展开剂的前沿及试样点的位置，记录展开条件并计算 RF 值。实验结束后，废固体弃置于回收桶中。实验操作注意事项：使用内径小于1毫米的毛细管点样。剪裁后的层析片应适当储存及保持干净，以避免污染。
用镊子拿取层锡片边缘，不可以碰触细胶部分，以避免污染。用铅笔画记或点样时，切勿用力，造成薄层镜像刮伤。式样浓度不可太高，以致产生脱尾现象。式样的浓度不可太稀，以免影响观察。式样点越小越好，以避免式样重叠，不易分离。式样点的溶剂挥发之后，才能够放入展开槽中进行展开。展开槽必须保持气密，并且达到气液平衡。使用镊子夹放层锡片，层锡片的两边不可以碰触到气壁，以避免边际效应而使式样展开歪斜。式样点必须高于展开剂，以避免式样点融入展开剂中。使用紫外灯观察时要注意，紫外光源不可以直接照射到眼睛或手部皮肤，以免造成伤害。